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伦。前两天我看一短视频啊，也是闲着没事儿刷视频来着，看到有一个315打假的视频，就是打假那个也是一个汽修门店啊。他为什么说去专门打假那家商店呢？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反映了以后，才专门去那家店去打假的呢。咱们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一节视频，然后咱们再看一下，需要所有的避免一些车辆维修的时候被坑的一些套路啊。维修保养是每一位车主都绕不开的问题，可保养究竟哪些该保，哪些该换呢？在实际操作环节，又是否存在商家忽悠消费者过度保养的情况呢？记者准备了一辆行驶约23000公里、确实已到保养期限的车辆，并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，来到了这家位于河西区友谊南路附近的汽车维修店。想让咱们这帮忙查查这个车。上次做保养什么时候9年吧。？19年。1年多一个吧，你几乎做了吧？工作人员非常热情，一会儿功夫拿来了不少工具，开始了详细的检查。拧了一会儿，便问道：“跑多少公里了？有2万吗？2万多。那划塞咋了？有积碳了。有积碳正常吗？积碳肯定每个车都会有积碳，但是正常的积碳要多了就需要更换了。本身现在的油品都是乙醇汽油了，加速积碳形成，看积碳程度都该换了。来不及仔细看，这拆下来的火花塞就暂且放在了一旁的盒子里。可这辆车行驶的总公里数才23000公里，就需要更换火花塞了吗？正常来说，火花塞是3万一次、6万一次、9万一次。那换这火花塞得多少钱啊？580一套这个车的。你现在本身这个检查已经有问题了，有积碳比较多了，然后节门比较脏了啊，你就考虑把这个火花塞换掉，然后清洗做一套。清洗做一套是啥意思？啊，就是把火花塞更换掉，节气门清洗了，就像刚才他写那个洗节气门，里面喷油水和这个进气道，还有3元催化。那个大概是多少钱？怎么收费？清洗所有车都一样，清洗是750瓶。火花塞是怎么回事还没说清楚，马上又开始推荐750元的节气门等清洗服务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更严重的问题又被发现了。前面是轮胎都受了伤，然后老化有点严重。前轮但是现在不行了，已经。前轮咋不行了？首先，就哪怕你这是一条新轮胎哈，就刚装上的新胎，如果有那么深的伤口，也不建议使用了，因为这个侧面特别薄。你看一下啊，我说不好听的，现在是你拿个针一扎，直接就爆了，就刹车片薄了，其他没嘛问题。薄了还能用吗？薄了肯定得更换呀，再用的话不就得把盘换了。我看刹车片您刚才就照着，能看出来薄了。能看出来，你放心吧，在咱家你放心。是咱们家这个标准会比那个？没有，所有地方都一样的。说的我都不敢开了。短时间开没问题，大不了最后没刹车了，然后连盘一块换掉了，多花钱。大不了最后没刹车了，而轮胎更是有可能直接就爆了，听上去都是不换不行的地步。那这么多项目维修下来得多少钱呢？大概就是刚才跟你说的，火花塞是580一套，4个，然后加上清洗一套750，然后加上清洗空调398，加一个空调滤芯是100块钱，然后加2条轮胎，轮胎是650一条，2条，然后再加一个刹车片750，754片啊，不是一片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算保养的话是3878。保养，我觉得你单做一桶油是580，单做的话啊，然后机滤60，空滤80，60加80，反正小800块钱了，单做一次啊。如果办会员卡是1199，有3桶机油，3个机滤，只需要自己每次做保养单独花钱买个空滤就可以了。不算保养3878元，如果要保养，那么1199元3次的套餐更加合适。那这样算下来就需要5077元了。不过人家也说了，换不换由你，实在不想换的话，风险可得自担。试想，听到这样的检修结果，又会不会有人吓得赶紧破财免灾呢？你像现在这个车，就是咱们正在保养维修的一辆，这是一辆粉丝的啊。他开过来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个车早就开始说修了，但是一直在用。这是一款什么车呢？是个哪年的？反正年头也挺长了，因为这是老车。
你像刚才咱们看那短视频呢，人家新车才跑2万多公里，你就那么玩套路，对不对？咱别管新车老车，咱们问心无愧，必须要做什么事情。像这种车啊，它就毛病和故障率比较多一点，检查出来毛病有可能会更多一点，因为有一些配件的该老化的都老化了。这车目前行驶的是11万多公里，但是是不是实表还不太清楚。然后总体的都是一些，现在目前是做个保养，检查一下其他的。像我手里拿的是一个张紧器，发电机皮带的张紧器，它这个就是一个滋滋一响。之前客户反映的是，我当时判断呢有可能是皮带，但是我看了以后皮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然后拿听诊器听的话，是这个张紧器，它这个里头是个弹簧，来给它张紧皮带的。当它运行的时候，这个张紧器有可能会抖，它抖的时候，这个里头弹簧跟它这个产生的扭矩响的，而且这个轮儿也稍微有一点异响啊。这个没多少钱的换一个。然后就是检查一下刹车片，刹片目前没检查呢。你像这种车啊，他说检查的话，现在是保养已经做完了，然后把功率一换，节气门清洗一下，说车有点发抖。车有点发抖跟火花塞也有关系啊，只能说打开看看。如果说火花塞没有太大问题，还是那句话，积碳不多的话，就用不着更换。因为这是客户买的一个2手车啊。再说这车的话，在目前市场上保有量也是非常少的，是一个欧洲之星的莲花。现在目前所检查出来的问题，刹车片都看了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然后就是滋滋响，就是这个皮带张紧轮，皮带张紧轮已经换了，皮带是没问题的，有问题咱就换，没问题咱们不换，没有像视频里说的那么多套路啊。还有就是来的时候客户反映，他在一路上来着，就是水温一直在高，因为他这个水箱啊，旁边就是那个备水壶。备水壶就在旁边，备水壶上面有个出气口。它这个车呢，水箱盖是个坏的，这个是刚才换下来那水箱盖，可以看到这个水箱盖这个芯儿没了，堵不住它。当它水温一上来以后，产生压力。这个一开始这个粉丝来的时候啊，就说换水箱换水箱，这水箱也不便宜呢。然后这是一个自动的啊，它比手动的水箱要贵一点，因为这个自动的水箱它是也在这个水箱上面有散热器的，自动变相油。当时这个我现在是换了一个旧的盖子啊，给它试验的，水箱是并没有漏的。它为什么说换水箱呢？因为这个备水壶是在这里，然后水温高了以后，这个堵头掉了以后卡不住它的压力。所以说，从这根管子直接就到备水壶喷出去了。这根备水壶出气管就在这儿，就这根管子，然后它正好喷在水箱上，所以导致咱们粉丝一看的话，就说水箱漏了，水箱漏了。其实不是，换个这个盖子就行了，没有别的问题啊。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所以说就少花了这个水箱的钱，一个盖子就解决了啊。目前是没有任何漏的地方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调不良，空调不良，首先咱先检查风，然后风的话，我刚才掏开看了，可以看到这个空调滤芯儿，看到了吧？这是又一个把空调滤芯用到极致的主，可以看到这柳絮糊满了。这个一旦糊满的话，它风是不会特别大的，因为这个鼓风机在滤芯的这边，当它需要抽风的时候，你这个在鼓风机上面它需要抽风，从这边往里边抽嘛，这都堵死了，它咋能抽得动嘛？所以风就不大，会导致空调不良。因为你本身开个1档2档车里就够凉的了，但是你这玩意儿堵了，你开4档它都不带出特别大的风的，所以说就凉的没那么快。还有一个就是车时间长了，前面散热器容易堵，把散热器拿水枪冲一下，或者是最好是拿气枪先吹，把里头柳絮给吹出来。因为这个跟鼓风机的形式是一样的，为什么柳絮容易进到这里边？就因为它吸的时候有压力，有柳絮的话，呲儿它就吸到这上面了。
所以那前面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把它洗一下，然后再试一下，再量一下空调的压力，主要是看压力才能判断出来它到底是散热不好还是怎么着。现在目前这个空调滤芯一换，然后把空调的压力一看，前面必须要洗一下，洗完之后再检查一下漏不漏水。目前水温是没有任何异常了，就那个盖子的问题。然后异响的话就是那个张紧轴，剩下刹车片也看了没问题。然后就是这个斗的话，咱们一会儿打开火再看看，有问题就更换，没问题还是装好。然后还有就是节气门必须要洗的，其他的话没有什么了。关五啊，这单子我都给你写了。对，不是，这单算上，我还要给多少钱？这个你报了这个，你肯定咱这来个啥？你给我优惠一点。绝对优惠啊！我再补多少钱？就是这不是保养啊？保养做了机油、机滤、空滤、空调滤，一共是260。然后咱说的那个不是有个滋对响吗？哎，对，滋响那个是，不是皮带？张紧器。皮带拆掉以后一看没问题，然后张紧器响的。对，张紧器换掉啊。一听张紧器响的。然后水箱是没换的。没换它？对呀。没坏吗？水箱没坏，你想吧，换水箱900块钱能下来吗？我知道，那是什么问题啊？水箱？你当时看的时候应该是水箱那个角那漏水吧？啊。看着哗哗漏了。对。那不是水箱漏的。那是哪？水箱盖子坏了。盖子坏了。对，盖子坏了，你加进去水，然后压力一大，从那儿水就喷出来了。都从那个备水壶呢。啊。那旁边你那个主水箱旁边不是有个备水壶吗？对。喷出去了都。哦，就是。对。每次一停车就喷水出来。对，你就看着水箱那个角那哗哗就是。其实不是水箱，就是盖子坏了，换了个盖子300块钱。啊。然后左前大灯450。啊。没了。对。就这些东西。我补多少钱？然后你一共是980。啊。然后一共你就给兄弟950就行。950。对，950，然后你就再补50。再补50。对。哦。那你就不赚？啊？你不赚钱吗？报900，你就全给900。全给你900，我知道。你想啊，因为我给你多报的那不是。我知道。那保险多报的咱一人一点啊。哎，没事，该怎么算怎么算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是我给你开了张发票放车上了。啊。这个钱你得找那个骑3轮那个，有他电话留了吧？啊，有。给他打电话，让他，人家保险公司说了，让他垫付，然后你把发票给他。啊。你不是开了个事故认定单吗？对。把那事故认定单和发票给他就行了。啊。然后事故认定单他也有。其他都不用给了啊！到时候你给他，然后给他的时候让他把钱给你，就 OK 了。哦，你说保险公司还没给你钱？保险公司他不直接打我这儿，他是因为他跟车辆发生这个事故不一样的啊。这会儿我就只给你50万。你现在先不用给我呢，你到时候那个人把钱给你了，你直接给我一转就行。你看，然后空调的话给你看了。空调滤芯太脏了，对，都糊死了。明白。然后换不用换？换了呀。哦，对的。空调滤芯换了。哎，对的。然后斗的话，我把节气门给你洗了洗。滑胎看了，问题不是太大。然后先跑着吧，因为那个东西看着也就是跑了有个3、4万公里。来，抽烟。目前。抽烟。没事。我给你写个维修清单。啊。什么维修清单呢？就是这个事故的维修清单。哦，对，你最好写一个，万一你连维修清单连这个什么发票一起给他吗？啊，对，就是。这个的单子就不能给他了，因为这是咱修车的单子。这是咱自己修其他问题的。所以说为啥我也跑这么远到宁愿到你这儿来？对。放心。有什么东西我该有什么，你像水箱我就是如果换其他人水箱绝对换了。对，我今天早上我来了一检查，我说这个水箱不漏啊。啊，我这水箱我之前我去看过一次的。他说漏，要换水箱500。车灯坏了，下雨啥的不行。行了，就这几个单。行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那发票。
其实单子要不要都无所谓。对。主要是发票给他，他只认发票。OK 了。好。其他没了。小磊倒车。我给他了。啊，你帮我倒车吧。倒出来。啊，谢谢。没事。那我先走了。行，走吧。有事咱打电话。好。谢谢啊。没事。那你们也早点休息。好，有事打电话，慢点啊。